在北朝的辽阔大地上，有一个名叫木兰的女子，她的出生仿佛带着一股不凡的气。那是一个普通的家庭，父亲曾是英勇的士兵，如今已退役在家，母亲则是一位温柔贤淑的妇人。他们的日子虽不富裕，却充满了温馨。木兰自幼便展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，她不像其他女孩那样喜欢绣花做女工，而是更喜欢舞刀弄剑、骑马射箭。她的父亲看着女儿这般模样，心中不禁暗自思忖，这孩子将来不知会做出怎样的事情。木兰的父亲年轻时曾参加过多次战役，对战争有着深刻的理解。他知道国家需要勇士，而木兰的身上似乎也有着这份勇敢的因子。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木兰的父亲开始担忧，国家时常有战事，而木兰作为女儿身，怎能上战场？就在木兰16岁那年，国家再次传来征兵的消息。这一次，木兰的父亲也收到了征兵令。他看着年迈的身体，心中满是忧虑。木兰察觉到了父亲的担忧，他知道这一次父亲可能真的要去战场了。父亲，让我去吧。木兰走到父亲面前，语气坚定。父亲看着女儿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是深深的感动。他知道木兰从小就有着一颗勇敢的心，这一次他真的决定要替父从军。木兰，你真的决定了？父亲问。是的，父亲，我愿意替您去战场，保卫国家。木兰的声音坚定而有力。就这样，木兰剪去了长发，化妆成男孩的模样，踏上了征程。他的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愧疚，但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忠诚和对胜利的渴望。随着木兰的远行，他的故事在民间传开，人们被他的勇气所感动，纷纷传颂着这位女英雄的事迹。而木兰则在战场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着女性的力量。木兰踏上了征程，她的身影在辽阔的大地上显得格外孤独。她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未知的挑战，但她没有退缩。在漫长的旅途中，木兰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勇气，成功通过了军营的选拔。军营中，木兰以男装示人，她的声音低沉，举止稳重，很快就赢得了同袍们的信任。她的武艺高强，剑术精湛，每一次训练都名列前茅。她的出现让原本以为只有男儿才能在战场上立足的士兵们刮目相看。然而木兰的心中始终有一份沉重，她不能像其他士兵那样大声喧哗，不能在休息时放松地躺在地上，她必须时刻保持警惕，防止自己的身份暴露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木兰都会在心中默默祈祷，希望自己的勇敢能够换来国家的安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木兰在军中的表现越来越出色。她不仅武艺高强，而且战术灵活，多次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。她的名字开始在军中传为佳话，士兵们纷纷以她为榜样。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，木兰带领着队伍巧妙地避开了敌军的包围，成功击败了敌人。她的英勇事迹传遍了全军，连最高指挥官也对她刮目相看。木兰的名声越来越大，但她却始终保持着低调。她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能暴露。在军中，木兰结识了许多战友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，一起分享战场的喜悦和痛苦。木兰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但她从未向他们透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她知道一旦身份暴露，不仅自己会陷入危险，还会连累到整个队伍。木兰的内心充满了矛盾，她渴望能够像其他士兵一样毫无顾忌的战斗，但她也害怕自己的身份被发现。她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，希望战争早日结束，自己能够回到家乡，
回到父亲的身边。然而，战争并没有结束的迹象。木兰继续在战场上挥洒汗水，她的身影成为了士兵们心中的支柱，她的故事也在民间流传开来，成为了激励人心的传奇。岁月如梭，木兰在军中的时间已经不短，她的英勇事迹已经传遍了整个边疆，甚至远至朝廷。她的名字花木兰已经成为了勇敢和忠诚的代名词。在一场规模空前的战役中，木兰的指挥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。他凭借对地形和敌情的精准判断，带领着士兵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那场战斗，木兰身先士卒，她的剑光如电，每一次挥剑都带着破敌的决心。战后，木兰的名字在军中更加响亮，她的英勇事迹被编入了军歌，传唱在每一个士兵的心中。然而，尽管她的名字广为人知，她的真实身份却依然是个谜。士兵们只知道他们的领袖是一位男儿，却不知道这位男儿的背后是一位女子的坚韧与智慧。随着战事的持续，木兰开始面临更多的挑战。她不仅要应对敌人的进攻，还要应对内部的猜疑和压力。有些士兵开始怀疑他们的指挥官为何如此年轻，为何总是能够在最危险的时刻出现，拯救整个队伍。木兰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但她从未在任何人面前流露出一丝软弱。她知道自己的身份一旦暴露，不仅自己会失去生命，还可能连累到整个家族。因此，她必须更加小心，更加坚强。在一次深夜的巡逻中，木兰遭遇了一群酒醉的士兵，他们围住了木兰，想要对她不轨。木兰没有慌张，她冷静地应对，利用自己的武艺和智慧，成功地摆脱了险境。这次事件让木兰更加明白，她必须时刻保持警惕。战事愈发激烈，木兰的内心也愈发沉重，她开始思念家乡，思念父亲。每当夜深人静，她都会在心中默默祈祷，希望战争能够早日结束，她能够回到那个充满温馨的小家。终于，在一场大规模的战役中，木兰的队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敌军数量众多，且士气高昂。木兰知道，这是她职业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。她站在队伍的最前方，目光坚定，声音洪亮，跟我上，我们一定能胜利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士兵们奋勇冲锋，最终成功击退了敌军。那场战斗，木兰的英勇再次得到了证明。她的名字花木兰成为了边疆的传奇。然而，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。木兰知道，战争还没有结束，她的使命还没有完成。他必须继续战斗，直到国家恢复和平。而他的心中也埋下了回家的渴望，渴望能够回到那个曾经熟悉的地方，与父亲团聚。战火终于平息，边疆的宁静再次降临。木兰的功绩得到了朝廷的认可，他被封为边疆守护者，成为了军中的传奇人物。然而，荣誉和荣耀并不能填补木兰心中的空白，她渴望的是那份久违的平静，是能与家人团聚的时刻。在朝廷的安排下，木兰终于获得了休假的机会。她知道，这次休假将使她结束军旅生涯，回归故里的开始。在离开之前，她来到了父亲的墓前，跪拜祭奠。她轻声诉说，讲述了自己多年来的经历，表达了对父亲的深深怀念。父亲，女儿终于可以回家了。木兰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。随着休假的命令下达，木兰开始了漫长的归途。她身着普通的百姓服饰，掩去了军装下的英姿飒爽。她不想引起旁人的注意，只想低调地回到家乡。一路上，木兰遇到了许多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，他们纷纷向她道贺，祝愿她未来的生活幸福美满。
木兰微笑着与他们告别，心中却有一丝淡淡的忧伤。她知道，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再也见不到了。终于，木兰回到了家乡，那座她曾经熟悉的村庄，那片她曾经奔跑过的田野，一切都显得那么亲切。父亲的老屋依旧屹立在那里，虽然岁月已经给他留下了痕迹，但它依然是木兰心中最温暖的港湾。木兰推开门，那熟悉的木香扑面而来。母亲看到女儿归来，眼中充满了惊喜和泪水。父亲则是一脸的欣慰，他的女儿终于回来了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木兰过上了平静的生活。她帮助父亲管理家务，与母亲一起绣花做女工。虽然没有了战场的硝烟，但木兰的生活充满了幸福。她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归属。然而，木兰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过去。她时常在夜深人静时拿出自己的武器，独自一人来到村外的空地上，默默地练习武艺。她的心中始终保留着那份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和平的向往。岁月流转，木兰渐渐老去，她的故事在村中流传，成为了后人传颂的佳话。而木兰本人则默默地在村庄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平静而幸福的晚年。她的名字花木兰成为了永恒的传奇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花木兰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了数百年。她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名字，它代表了一种精神，一种无私奉献、忠诚勇敢的精神。她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，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。在木兰的故乡，她的故事被编织进了民间故事和戏剧中。村民们会在每年的特定节日举行庆祝活动，纪念这位伟大的女性英雄。她的故事在孩子们口中代代相传，成为了教育后代的重要教材。木兰的儿子虽然从未见过自己的母亲的真实身份，但他继承了母亲的勇敢和智慧。他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将军，继续为国家的安宁和百姓的福祉而战。每当国家有难，他总会想起母亲的话，国家的安宁比什么都重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花木兰的故事传到了远方，甚至被翻译成了多种语言，让世界各地的民众也能了解到这位东方女性的伟大。她的形象不仅在中国，也在世界各地被塑造成了各种艺术作品，从小说到电影，从绘画到雕塑。然而，真正的花木兰已经离世，她的身体在故乡的土地上安息，但她的精神却如同她的名字一样，永远地活在人们的心中。在一个晴朗的春日，一位年轻的学者来到了木兰的墓前，他手捧一本厚重的书籍，书中记载了木兰的一生。他默默地阅读，心中充满了敬意。木兰，你的勇气和智慧将永远照亮我们的道路。学者在心中默念。在学者的身后，一群孩子围了上来，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学者手中的书籍。他们听说了木兰的故事，却从未真正见过这位英雄。学者向孩子们讲述了木兰的事迹，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敬畏和感动。你们要记住，木兰不仅仅是一个故事，它是一种精神，一种永远不会过时的精神。学者说，孩子们的眼神中闪烁着好奇和向往，他们被木兰的故事深深吸引。在这个春日的午后，花木兰的精神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花木兰的故事将继续被讲述，她的精神将继续传承。她的名字花木兰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，成为激励无数人追求正义、勇敢面对挑战的不朽传奇。花木兰的故事不仅在中国，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她的形象成为了女性力量和坚韧不拔的象征，激励着无数人，特别是女性，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在教育领域，
花木兰的故事被纳入了许多教材中，成为了一代又一代学生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窗口。她的故事教育人们，无论性别，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。在文学艺术方面，花木兰的形象被广泛地用于各种创作中，小说、电影、电视剧、动画片以及舞台剧等都有她的身影。在这些作品中，花木兰的形象不断被重塑，但她的核心精神忠诚、勇敢、无私始终不变。在当代社会，花木兰的故事更是被赋予了新的意义。女性地位的提升，性别平等意识的增强，使得花木兰的形象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。她不再是传统的从军女子，而是一个在逆境中展现女性力量、追求自我价值的代表。国际间，花木兰的形象也被用来促进文化交流。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，人们通过花木兰的故事，了解到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和现代风貌。她的故事成为了跨越国界的桥梁，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女性的多元面貌。在经济领域，花木兰的故事也被运用在市场营销和品牌建设中。许多企业以她的名字和形象作为品牌推广的元素，旨在传达一种积极向上、不畏艰难的品牌形象。在社会活动方面，花木兰的形象被用来倡导各种社会运动，从环保活动到女性权益运动，花木兰的精神成为了许多公益活动的象征。她的故事提醒人们，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作用，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。尽管花木兰的真实身份可能永远是个谜，但她的故事和形象已经深入人心。在现代社会，她的精神被不断的解读和重新诠释，成为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精神支柱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一位年轻的女性在城市的公园里散步，她路过一个雕塑，那是一座花木兰的雕像。她停下脚步，凝视着雕像，心中涌起了无尽的感慨。花木兰，你真的是个了不起的女人。她对雕像说，我希望有一天，我也能像你一样，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。这个年轻女性的心声，是无数人内心深处的共鸣。花木兰的故事，不仅激励着他们去追求个人的梦想，也鼓励他们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，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花木兰的精神将继续传承下去，她的名字和形象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，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。